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今天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有感而发，想帮大家看看5年后的你有什么信息，希望现在的你可以知道。想做这个主题的初衷，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眼前的所谓困境，而看不到那束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光。我们经常会下意识地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做事，去规划自己的生活。良好的个人规划在很多情况下，当然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但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那就是当我们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时候，往往就会忽略了旅途中的风景，甚至可能会忘记生活中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种失控感。因此，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解开大家当下的一些迷思，或者是单纯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吧。所以，请大家带着轻松的心情继续观看吧。我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4幅画，请大家根据自己与画之间的连结做出选择。在视频开始前，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我每周都会定期更新，不要错过了哦。欢迎第一组的人，你们选择的是莫奈的睡莲池与日本桥。这幅画宁静而富有诗意，选择这幅画的朋友们，可能一直在繁忙的生活中，渴望寻找到一片宁静的心灵绿洲。生活中的压力和忙碌，时常让你们感到疲惫，而这幅画正是你们内心渴望的投射，期望找到那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安逸。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具有以上特质的人，往往具有非常高度的感受力和对美好事物的敏锐感知。你们珍视内心的和谐，对自然和艺术有着特殊的情感连接。你们很可能是 INFP、ISFP、INFJ 和 INTP。有被说中的朋友，欢迎在弹幕中打1哦。现在让我来解读你们的塔罗牌，看看5年后的你有什么信息希望传递给现在的你。第一张牌是教皇逆位。教皇逆位通常象征着质疑权威和传统，打破常规和束缚。首先，未来的你远比你现在所想象的要独立得多，尤其是在独立思考和判断力这个维度上。未来的你发现，你现在有的一些信念或者说一些习惯，其实非常大程度上的限制了你的成长。也就是说，你5年后甚至可以更厉害。因此，5年后的你希望你现在就能够逐渐去培养这种独立的思考的能力，不要被固有的框架所限制，然后要学会去质疑，去探索，不要害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第二张牌是隐士正位，隐士象征着内省和智慧，所以未来的你不仅独立，而且在智慧层面上进步也很大。这里的智慧指的其实是生活上的这种智慧，就是对人生的理解的这种智慧，而不是说智商之类的。或者说更具体来讲的话，就是你在某些工作或者是个人的技能上的那种智慧，在5年后都会有非常大程度的提高。然后非常有趣的就是跟前面的教皇几乎一样，这张牌也是预示着
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能够就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独自思考，就是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学会去寻求内心的智慧。隐士的光亮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从内心点燃的。同时，5年后的你希望现在的你能够更多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被外界的噪音所淹没。未来的你特别建议说，你现在可以更加善用自己的独处时光，就是说你们就是一群非常重视独处时光的人，然后未来的你就是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去享受你现在的独处时光，然后利用自己的独处时光来实现更多的个人成长，让你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平衡。因为接下来的3到5年的时间里，你自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成长期，或者是一个人生的转变期，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变得非常忙碌。所以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可以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时光，更重要的是希望你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智慧，然后呢，趁现在要学习一下如何更好的平衡自己的生活。第3张牌是圣杯4逆位，这张牌逆位意味着从沉闷和无聊中苏醒过来，开始看到新的机会。最后，未来的你希望现在的你能够更加开放的看待生活中的机会，不要陷入日常的那种惯性，或者说那种无聊之中。这跟前面的隐士其实是很像的，就是感觉是非常环环相扣的。你接下来的3到5年里会一直遇到各种各样的新的机会、新的挑战，很多这种机会是你现在根本就不敢想，或者说不曾想到的。比如我看到你们中有些人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接下来会被外派到比较远的地方去，而且是长期性的。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上的增长，而且还是人生阅历和经历层面的那种快速的成长。然后还有些人是突然之间闪婚了，就是我觉得很惊讶，你懂吗？就是突然之间闪婚了。所以未来的你就是会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迎接生活中的各种变化，然后也相信就是说你的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我还感觉到你们好像是一群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一群人，就是你们未来的自己一直在撺掇你们去用各种方式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吧，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综上所述，5年后的你希望传递的信息就是在追求内心平静的同时，不要害怕质疑现有的信念和习惯，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然后呢，要珍惜现在独处的时光，然后呢，多多的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并且要尽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来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新的机会。未来的你相信，这样的你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内心的平静，就是那一片你一直在寻求的心灵的绿洲。好了，希望这次占卜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选择的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选择这幅画的朋友们，可能对人际关系和各种珍贵的时刻有着特别的那种感悟。你们可能是在生活中非常重视和他人互动和连结的一群人，
然后呢，会希望在各种重要的时刻中都找到自己的意义，然后那种归属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具有以上特质的人往往有着高度的情感敏感度和对关系的深刻理解。你们会珍视每一个与他人共度的重要时刻，重视这些时刻带来的情感连结和对生活的意义。你们很可能是 INFJ、ENFJ、ESFJ 和 ISFJ。有被说中的朋友，欢迎在弹幕中发1，让我知道哦。现在让我们来解读你们的塔罗牌，看看5年后的你有什么信息希望传递给现在的你。第一张牌是宝剑国王逆位。宝剑国王逆位通常象征着在决策和权力上的困惑和不确定。未来的你可能会发现，现在的你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经常就是会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甚至有时候会因为过度思虑而错失良机。所以未来的你希望你能够更加果断和自信地做出决策。5年后的你会面对到更多需要迅速决策的情况，所以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这种决策的能力，学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冷静和清晰的头脑。第二张牌是钱币1正位，这张牌象征着新的开始，特别是在物质和财务方面。所以未来的你呢，想要告诉你是说，在未来你经常会遇到一些新的事业起点，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你可能是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但是你就是会有一直不断的要去做各种各样新的项目，或者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投资的机会。所以未来的你就是希望你现在就能开始花一些时间去探索一下自己的金钱观，学习并理解风险的概念，然后呢，对资本市场要保持警惕，但是不是害怕。你要理解钱，让钱变成你获得更多幸福的工具，而绝对不是成为钱的奴隶。5年后的你相信，只要你敢于尝试和探索，物质上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你不需要担心，就是如果你现在缺钱，或者说在物质上比较没有安全感，你不需要担心，这个真的是指日可待的。只是你最好需要保持一个长远的目标，规划好自己的财务和事业，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未来的你需要向现在的你表示感谢，就是你现在的尝试、探索以及规划，对你未来的成功都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第三张牌是宝剑4正位，宝剑4正位象征着休息和恢复。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能够学会去适时的休息，而不要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压力而透支了自己的精力和健康。尤其是美好的时光，有时候过去可能就不会再来了，尤其是那种与家人朋友欢聚的时光。5年后的你不仅想告诉你是说要珍惜现在的时光，还有就是说你要明白适时的休息和调整，不仅不会影响到你的进步，反而会让你之后在工作中更有活力和效率。然后因为你未来就是会挺忙的，所以呢，希望你现在就能够学会平衡好工作与生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还有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长远的成功与否，其实真的有时候看的是你的身体素质。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一个忠告吧，可以说就是来自未来的你给你的忠告。综上所述，选择最后的晚餐的朋友们，
5年之后的你，想向你传递的信息是，在决策时要更加果断和自信，抓住新的财务和事业机会，并学会在忙碌中找到休息和恢复的时间。未来的你相信，你这样做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和满足，并且拥有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幸福的生活。好了，这次占卜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欢迎第3组选择梵高的向日葵的朋友们。这幅画充满了温暖和活力，象征着希望、生命力和持续的热情。选择这幅画的朋友们，可能是那些充满激情、乐观向上、渴望生活中充满阳光和正能量的人。你们或许在生活中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去创造美好的方法，或者说创造美好的事物，喜欢将自己的热情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具有以上特质的人往往有着非常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内驱力。你们非常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对未来呢也是充满期待，而且是有信心能够过得很好的。你们中大多数可能是 ENFP、ESFP、ENTP 和 ESTP。如果被说中了，欢迎在弹幕中打1哟。现在让我们解读你们的塔罗牌，看看5年后的你有什么信息希望传递给现在的你。第一张牌是钱币十正位，这张牌象征着财务的丰收，还有家庭的和谐。所以5年后的你呢，其实享受到了那种财务上的稳定和成功，同时你的家庭生活也是充满温馨和幸福的。所以5年后的你，希望你能够更加重视家庭和财务的规划。你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努力，都会在未来带来非常丰富的成果。就是说，未来的你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努力和奋斗的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态度，因为这一些都是会为你的未来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并且会带来回报的，所以加油。第二张牌是权杖侍者的正位，这张牌象征着新的创意和冒险精神。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能够对新事物保持一种探索和热情的态度，因为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做的一些创意，或者说你现在做的一些冒险，将会把你带往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不要害怕去尝试新的事物，因为不管你敢不敢去尝试，5年后的你都会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缘故，要不断的去踏出自己的生活圈。所以5年后的你就是希望说，你现在就能开始这么做，然后呢，去学会如何处理好、平衡好生活和冒险。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5年后的你就是一直去怂恿你做这些踏出舒适圈的事情，其实是5年后的你很好奇，你的生活会不会因为你去做更多你平时不敢做的事情而变得更好，可以相当于是这样去理解，我觉得。第3张牌是女王正位，女王正位象征着关爱、支持和领导力。未来的你呢，会希望说你现在能够更加关注自己和周围人的情感需求，去关爱和支持那些你在意的人，或者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5年后的你会因为工作和生活重心发生改变的这种原因吧，就感觉怎么说呢，
比较少能够真的去花时间去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好好的聚一聚，好好的谈一谈心之类的。所以呢，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能够利用好你的时间吧，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忙，跟未来比起来。然后呢，也是希望就是告诉你是说，有很多美好的时光，其实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当然，我也不是很悲观，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能创造更多美好的时刻，但是此时此刻的美好，你让它过去了，它就是过去了，是不可能被复刻的。每一段幸福的时光都是非常，可以说独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这边就是想要说，未来的你呢，会希望你现在能够去注意去培养一下自己的领导能力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的同理心，就是你可能已经是一个有着很好领导能力的人，或者是你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人了，但是呢，你这两个点或者说这两个能力没有很好的互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既有力量又温暖的一个领导者，那你就会需要现在开始去学习如何去平衡这两点。因为其实领导力和同理心有时候是会相冲突的，所以会需要你去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把它们给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未来的你也是相信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引导自己以及身边的人，然后呢，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综上所述，选择向日葵的朋友们，5年后的你想要传递的信息是，请你们注重家庭和财务规划，保持对新事物的探索和热情，并学会关爱和支持他人。未来的你相信，通过这些努力，你将能够实现财务稳定、家庭幸福和个人成就的完美结合。好了，希望这次占卜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聊。欢迎第4组的朋友们，你们选择的是乔治·修拉的《大碗岛星期天下午》。这幅画以点彩绘画描绘了一个非常悠闲的周日下午，充满了宁静与和谐。选择这幅画的朋友们，可能是那些在忙碌的生活中渴望找到一种平衡与宁静的人。你们应该非常珍视这种，就是这幅画上这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希望在纷繁的复杂生活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港湾。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具有以上特质的人，往往追求生活的和谐与平衡，对生活的细节和美好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你们珍惜那些平凡而美好的瞬间，对人际关系和环境的和谐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我觉得你们很可能是 ISFJ、ESFJ、INFJ 和 ENFJ。如果你被说中了，欢迎在弹幕中打1，让我知道哦。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你们的塔罗牌，看看5年后的你有什么信息想要传递给现在的你。第1张牌是宝剑1逆位，这张牌通常象征着思维和沟通上的混乱与障碍。未来的你可能会发现，现在的你呢，在某一些问题上是存在一些不太清晰的思考，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然后呢，这可能会导致你与一些本该属于你的机会失之交臂，
或者在人际关系中就是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未来的你希望你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想法，理清思路，并学会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将对未来的你非常非常有帮助。如果能早些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这些障碍，塔罗牌相信你可以达到一个比你想象中还要高的高度。第二张牌是宝剑四逆位，这张牌象征着从休息中苏醒，重新进入行动。所以这边可以感觉到未来的你呢，是希望你现在能够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吧，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挑战，不要因为一时的休整而陷入长期的停滞。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吧。左传里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可能就是会因为突然的一时兴起，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努力了1个星期之后，就想要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这个假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更久，你懂的。然后等你回来了，前面的东西全部都忘了，黄花菜都凉了。你们就是说吧，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事情？所以未来的你就是希望你可以尽力去改掉这个小毛病吧。但其实有趣的点就是，其实未来的你也没有改变，就是也没有说彻底把这个小毛病给改掉，或者说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未来的你根本就没有因为这种小毛病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单纯的好像是抱怨吧，我也不知道，就是到现在了，5年后了，还是这个样子，跟5年前一样，就是爱拖延，或者说很容易就是你懂的，就是早上想要干一件事情，下午就变心了，这样子。就是你未来的你希望你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好像这个就是很难，所以你们加油吧，我只能说。第3张牌是权杖7正位，权杖7的正位象征着面对挑战和竞争的勇气和决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未来的你希望你现在能够学会去坚定自己的信念，去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竞争。5年后的你，相信其实你在5年前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克服一切困难了。就是不是让你们说很高傲不去学习，而是说你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千万不要害怕去跟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一些人发起一些争论，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你没有必要一直低看了自己，觉得身边的人都比你厉害。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谦虚，但是我们一定不可以自卑。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然后呢，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注意哦，这里我前面说的是争论，而不是争执。如果一个人想要跟你良性的去争论，或者说辩论一件事情，比如说哪一个方案更好，或者说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更有利于你接下来未来的发展之类的，就是如果有人是跟你建设性的交谈，那我们可以去勇于抒发自己的观点，然后再适时的去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一个人分明就是你懂的，没事找事，就是想要跟你争，那你理都不要理，就是这样子。好的，综上所述，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呢，5年后的你想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在追求生活的平衡与宁静的同时，要记得理清思路，要努力去克服一些沟通上的障碍，就是不要羞于去表达自己。我觉得你的这几张牌都是环环相扣的。未来的你相信，通过这些努力，你将能够实现内心的这种宁静，然后呢，让你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充实。好了，
希望这次的占卜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聊。